柳如烟同学，怎么了？没事，虫子。这是柳如烟的毛。你刚才摸到什么了？没啥啊。没摸到就好。我刚摸过那个东西，我的手记了它的形状，毛松的，像是一条尾巴。不可能的，人怎么会有尾巴呢？对吧？一凡，走，食堂抢饭去。今天有红烧排骨。我问你个事儿，你别觉得我有病。你说人有没有可能长尾巴？你脑子烧了？人怎么会长尾巴？你是不是新闻看多了？我刚才摸到了一个。打住！这话你可千万别在外边说。你跟人家校花同桌，上课睡觉还乱摸，传出去是你社会消亡。他说的有道理，我要真去说我摸了校花的尾巴，大概率会被送进心理咨询室。走了，排骨要没了。阿姨，给我来4份排骨。4份？你吃得完？铁柱，你牙口这么好的吗？我家遗传，牙口好。可能是光线问题，我没再多问，低头扒饭。但从那天起，我开始注意身边这些人，越注意越不对。孔雀尾巴、蜥蜴舌头，这些以前我怎么从没看见过？那个柳如烟，别说话，我就想问一下，昨天你什么都没摸到。第1节课英语，英语老师是个30多岁的女人，姓李，烫着大波浪，戴着大耳环，打扮得很精致。但今天我注意到一个以前从没在意过的细节，她写粉笔字的时候，指甲偶尔会刮到黑板，发出那种吱的声音，那声音刺得我头皮发麻。可全班就我一个人有反应。坐我斜前面的张浩然，体育委员，人高目大，他上课的时候一直在抖腿，抖腿也正常，但他抖的频率不太正常，极快，嗡嗡嗡的，椅子都在震动。他旁边的同学完全不受影响，该睡睡，该写写。好像已经习惯了。咦？别碰我！我刚才手滑了。你昨天也手滑了。兄弟，你干嘛呢？上课摸人家，做操还摸，你想被挂校园论坛吗？要是说我想确认他有没有尾巴，铁柱100%把我扭送年级办公室。跟你说，你最近正常点。柳如烟虽然跟你同桌，人家可不是好惹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字面意思，不好惹。柳如烟，我同桌，本校公认的校花，是个长耳朵长尾巴的什么东西。这一刻我真的很想报警，但我不知道该报什么警。喂，110吗？我同学长尾巴了。这种话说出去，被抓的肯定是我。这2天，我像个便衣警察，观察柳如烟的一切举动。她不吃食堂的饭，每天中午拿出一个保温杯，里面装着不知道什么东西，红色的，浓稠的，喝的时候还要背着人。她体育课跑400米，轻松跑出了12秒8。昨晚没睡好，发挥失常。12秒8，发挥失常。刘洋来了都得叫声大姐。柳如烟，我有话问你。你要问什么？你到底是什么？我看到了，耳朵、尾巴，我都看到了。你400米跑12秒8，你的保温杯里装的不是枸杞水，你上课发愁的时候耳朵会冒出来。你看到了，那你想怎样？我光顾着验证校花到底是不是人，完全没想过验证这该干嘛。报警，人家又没犯法；告诉老师，说不定老师也不是人。发朋友圈，那我自己先社会性死亡。你能帮我写数学作业吗？你说什么？数学作业，就这周末的试卷太多了，我写不完。沈一凡，你发现我不是人类？你的第一反应是让我帮你写作业？有什么不对吗？好看，漂亮，真的很漂亮。沈一凡，你是不是缺根鞋？正常人得到这个信息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害怕。你又不咬人。你怎么知道我不咬人？
你咬人吗？不咬。看吧，那不就行了。你是狐狸？狐，修行了300多年。哦，所以你是高1还是高300？我就问你，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处理？你要是想告诉别人，我告诉谁？谁信啊？你上次坑我，我跟铁柱说你有尾巴，他差点把我送医院。他当然不会信。为什么当然？没什么。以后别乱摸了。摸一下怎么了？你知不知道尾巴对狐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什么？你不需要知道。总之别摸。我刚才发现了一件事，我同桌不是人，我一点都不害怕，我甚至觉得他那条尾巴毛茸茸的，还挺好看的。我是不是有病？应该是有病，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说他当然不会信的时候，那个当然用得很奇怪。他当然不会信。为什么是当然呢？张铁柱跟柳如烟又不熟，他凭什么那么笃定张铁柱不会信？除非张铁柱知道点什么。你不吃？我看你吃就行了，挺饱的。铁柱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啥呀？柳如烟的事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知道什么？她有尾巴。铁柱，你认识我多久了？小学3年级。这么多年兄弟了，你骗我？谁骗你了？你问什么了？你这反应就说明你知道。我操！完了！铁柱，那个一凡，你听我解释。你也是？什么也是？你别大惊小怪的。你是什么狗？你才狗！我是熊，黑熊、棕熊。那你吃什么羊排啊？你们不是亲戚吗？我杂食的，你管得着吗？你冷静点儿。我冷静？你头上长耳朵，你让我冷静？你小声点儿。一凡，你得答应我，这事儿你谁都不能说。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你问，就我们班谁是人，谁不是？铁柱，你确定要知道？确定。那你坐稳了。柳如烟、白狐、林小鱼、花猫、张浩然、蜈蚣，那些腿不是他在抖，是他控制不住多出来的腿。英语老师李老师，物理刘老师，穿山甲，体育老师。停！照你这么说，我们班到底有没有人类？有。谁？你。就我一个。对。你们全是妖怪。现在不行叫妖怪了，叫灵族，非人类灵智生物。你管你叫什么？全班42个人，就我一个人类。别说全班了，全校就你一个。你知道了。铁柱告诉你的。你什么反应？我在考虑要不要转学。你转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地方转。整个城市不只是这所学校，灵族和人类混居的在很多地方都有。你转去哪所学校都有可能碰到我们，区别只是比例问题。那这所学校的灵族比例确实高了点。高了点儿？99%都是你们。嘘，小声点。小沈啊，你最近是不是发现了点什么？你也是。龟修行800年，1天之内我的同桌是狐狸，我兄弟是熊，我班主任是只修行了800年的龟。这所学校到底还藏着多少东西？800年这资历深不见底。接下来的话你仔细听，我们这所学校对外是普通高兄，对内是灵族聚居区的核心教育机构，灵族后代也要学文化课的，这是上头的规定。上头是谁？你不需要知道，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，你是这所学校唯一登记在册的纯血人类。我怎么会被分到这儿来的？你入学报名的时候系统出了点差错，你户籍所在地的编号跟灵族社区的编号差了一个数字，就把你划过来了。那你不能给我转回去吗？最初这边确实打了申请，后来发生了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你入学第1个月，我们测了一下全校的灵气浓度，发现你所在班级的灵气指标比其他班高了230%。简单点说，你身上散发的凡气就是人类之气，对灵族的修行有极大的促进作用。你往那儿一坐，周围的灵族系，所以我是什么？充电宝？高端点说，
你是移动修炼圣地。你们把我留下来，就是为了这个？也不全是。保育计划，你在我们这儿算珍稀物种，全市灵族区就收到了你一个真人类，上面很重视。我在你们眼里到底是啥？大熊猫？差不多。你们全校都有这个杯子？教职工限定版，学生们用的是手机壳。柳如烟，他手机壳上那个卡通小人，我一直以为是什么动漫角色，是我，那是我。合着我在这全校师生眼里是印在杯子上、贴在手机壳上的一级保护动物。柳如烟是你的保护人，自从发现你的凡气价值后，学校指派了修为最高的灵族学生跟你同桌，负责保护你的安全，同时也负责监控你的活动。我想起这2年来的一些事。高一有个校外混混找我麻烦，第2天那混混就转学了。高2我骑车摔了一跤，柳如烟刚好路过把我扶起来。每次考试前他不小心把复习重点落在桌篓上让我看到，全都是安排好的。我是这所学校的国宝，被圈养的那种。还有一件事儿，你们班有个微信群，叫什么？人类保护协会，成员除了你以外的全班同学。昨天群里最新一条消息是赵体柱发的。要不要启动 B 方案，给他灌油水？不用。他的第一反应是让我帮他写数学作业。我就说他缺根筋吧。不许歧视人类，这是他们的民族特色，心大。民族特色是心大。比起灵族动不动就暴总化形来连，你们人类确实情绪稳定，这是优点。我是全校唯一的人类，我是国宝级保护动物。我同桌是派来看着我的300年白狐，我兄弟是个啃骨头会露耳朵的黑熊精。一凡同学，你不会害怕我们吧？不害怕，你们收一收行不行？力气大的离谱，单手就把我提起来了，太好了！以后不用装了。放下来，放下来！你吓着他了。我没事，就是需要消化一下。课间有人给我送牛奶，不是超市买的，是现场挤的。我委婉的拒绝了。我发现窗口多了一块牌子，人类专供，菜品是酸菜鱼、可乐鸡翅、糖醋赖脊，旁边还贴了一张营养搭配图，上面盖着学校医务室的章。我端着盘子，旁边围了一圈看我吃饭的同学，他们看我的眼神就跟人类去动物园看熊猫啃树木一样。好稀奇哦，人类真的有筷子。哇，你看他嚼东西好慢啊，牙齿磨不碎骨头吗？废话，人类的牙又不是我们的牙。他打喷嚏了，好可爱！我差点把酸菜鱼扣他们脸上。下午，隔壁班的班长来了，一个高个子男生，长得挺帅，姓孔，孔雀精。他找的不是别人，是我。沈一凡同学你好，我是2班班长孔令辉，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什么事？你能不能每周来我们班做2节课，就2科就行。我们班的灵气浓度太低了，修行效率上不去。你来做做，等于给我们补个课。柳如烟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我旁边。不行，如烟同学，我又没问你。他是我们班的，大家一个学校的嘛，资源共享。不共享。你霸占人类资源。他是我负责保护的，学校有文件，你要是不服，找周老师谈。行吧行吧，改天再说。他走了，走的时候屁股后面的孔雀尾巴扫了一下门框，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。你吃醋了？闭嘴！你尾巴炸毛了？我说闭嘴！哼，兄弟，你注意点，胡的领地意识很强的，他把你当他的了。当他的什么？当他的人类，就跟人类养猫养狗的那种感觉差不多。我成宠物了？高端宠物，限量版。我觉得我的人生从摸到那条尾巴开始就彻底跑偏了。你好，我叫白素贞。不是，开玩笑的，
我叫白诗雨，今天起转来你们班的。同学们，这是新转来的同学，大家多关照。白同学，你坐……目光落在我旁边柳如烟的位置上，坐后面那个空位吧。白诗雨走过去的时候，经过了我的座位，他低头对我微微一笑，那笑容很好看，但我后颈的汗毛竖了起来，说不清为什么，就是一种本能的反应。蛇？什么？白蛇，距离你这么近，刚才他在试探，他身上的气息不是本校的。你什么意思？这个人不是正常转学来的，他是冲着你来的。冲着我？我低头看了看自己，1.78米，体重140，相貌平平，成绩中下，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是那股凡气。对灵族来说，我就是一个行走的修炼加速素。沈同学，你好。我听说你是纯血人类。我没回答，他往前走了一步，空气温度骤降，一股阴冷的气息从他身上散开来，我呼出的气变成了白雾。我们学校想借你用1个月，条件随便你开。你们学校是哪个学校？城南灵族中学。我们那边3年没遇到过真人类了，修行进度慢得要死。100万，1个月100万，纯现金。200万。成交。身后传来一阵风，柳如烟出现在我和白诗雨之间。白诗雨，你越界了。如烟同学，我只是……他是我负责的人类，学校划定的保护对象。你来挖墙脚，跟谁报备了？你刚才用了蛇息术，在人类面前释放灵压降温，这是威胁行为。按灵族律法第37条，我可以直接上报灵族委员会。柳如烟，你一个300年的小狐，口气不小。我口气大不大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现在离开。3、2……白诗雨的身体开始变化，他的皮肤上浮现出细密的鳞片，手指变长，指甲变成了黑色，瞳孔彻底变成了树缝。1……我站在中间，牙齿在打颤，不是怕的，真冷。出去的瞬间，一股肉眼可见的白色气浪从我身上冲了出去，凡气，纯正的浓缩的不掺假的人类凡气。气浪扩散的范围内发生了一件事，白诗雨的鳞片全部消退了，他整个人从白蛇化形状态被强行打回了人形。柳如烟也被波及了，他变成了小狐狸。再看看旁边已经完全被打回人形，站在原地手足无措的白诗雨。你的凡气怎么这么浓？一个喷嚏就把灵体冲散了。我也很想知道。告辞。你还好吗？我抱你回去。你知道吗？你这个样子还挺可爱的。以后打喷嚏能不能捂嘴？对不起，没控制住。你知不知道被强行打回原形多丢人？我300年了，300年，当着你的面变成一只……这次的事我会上报。白诗雨私自接触保护人类，违反了灵族公约第10条，城南那边会受到处分的。那以后还会有这种事吗？会，你的凡气浓度是正常人类的3倍以上，说白了，你是特级品，以后只会有越来越多的灵族想接近你。特级品？别在意措辞，重点是你的保护工作以后要加强了。我知道。学校的意思是，最好24小时贴身保护。24小时？组织上考虑给你们安排在同一间宿舍。不行，不行。那你们自己商量，反正文件下周1下来，不执行也得执行。一步一步又一步，走得真慢。龟就是龟。默契发生在每个下一秒。你刚才你说我可爱啊？那个，你摸到我尾巴那天，你知道尾巴对狐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你上次也问过我，没告诉我。因为太丢人了。闭嘴！狐的尾巴是灵力核心，被人触碰相当于交付信任。在古代典籍里，只有伴侣才会碰对方的尾巴。所以我摸了你尾巴等于……没等于什么，你又不懂，不算。哦，那以后还能摸吗？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
你真的不怕吗？在一群非人类中间，有什么好怕的？你们虽然不是人类，但除了长耳朵、长尾巴、长鳞劲，也没什么不一样的。该写作业写作业，该食堂抢饭抢饭。铁柱还是那个蹭吃蹭喝的铁柱，只是多了一对狐狸耳朵。而且你们比人类也强不到哪儿去，啃骨头露耳朵，紧张起来尾巴藏不住，上课犯困冒耳朵。我看你们伪装术也就那样。喂，妈。一凡啊，最近学校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就是发现了一些事。什么事？妈，你不会也是妖灵族吧？谁告诉你的？妈，你说什么？行了，别大惊小怪的。你爸是人类，我是九尾狐，你算混血的。你以为你从小体弱多病是为啥？你身上一半凡气一半灵气，两边打架呢。那我到底算什么物种？混血，很正常的混血，中外混血不稀奇吧？你这算种族混血。对了，晚饭吃了没有？我今晚炖了个鸡汤，给你快递过去。鸡是我自己抓的，嘴刁的那种，味道特别鲜。行了，不说了，你爸回来了。你妈妈是九尾狐？我也是刚知道。九尾狐，那可是狐族的，那可是人家前辈的后代，请多关照。你别这样。以后作业我帮你写。啊？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化学、政史、地生全包。等一下，你认真的吗？前辈的后代交代的事，我不敢不从。一凡，你妈居然是九尾！群里炸了，全校都炸了，老周心脏病都快犯了。乌龟有没有心脏病这个另说，反正他很激动。我站在人群中间，全校唯一的人类，半纯血的混血儿，九尾狐的儿子，人类之气浓度超标3倍的移动修炼圣地，学校1级保护物种，校花的保护对象，作业甲方，疑似尾巴坑词受害者。能不能都回去睡觉？明天还有早自习。身边柳如烟的尾巴悄悄勾住了我的手指，这回他没缩回去，我也没躲，就这样站着，挺好的。虽然离谱了点儿，但确实挺好。一凡，门口，怎么了？你妈的快递到了！多大点事儿？我下课去拿。你不明白，送快递的那个人不对，那个东西，他一进校门，全校灵气都乱了。什么级别的？我不知道，我就看他一进校门，操场上晒太阳的乌龟们全跪了。乌龟不是站不起来吗？怎么跪？趴得更平了。这不是普通快递。沈公子，公子，您母亲让老朽把这个送到，临走前她交代一定要亲手交给您，其他任何人碰了都不算。沉甸甸的，热乎乎的。儿子，鸡汤要趁热喝，妈今天早上现杀的，别问是啥鸡，问就是稀有品种。爱你的妈。您是？毕姓张，名果。只剩我一个人站着，端着保温桶，跟个傻子一样。张国老前辈，晚辈有眼无珠。起来起来，老朽今天不是以八仙的身份来的，是以快递员的身份。你们这一跪，我这单子的评分怕是要被扣光了。八仙？八仙过海的那个八仙，张国老、倒骑毛驴那位。我脑子嗡的一声，我妈交友的圈子有点广啊。孩子，你妈让我看看你，凡气纯正，灵气也算稳定，混得不错。你妈让我给你带句话，她说儿子，
妈最近可能要出趟远门，家里的事你自己多担待，有事找你张爷爷，找不到张爷爷就找你柳通面。我妈要去，就是出门办点事儿，你别多想，好好上学。这是老朽的联系方式，你妈说了，紧急情况才能用。怎么用？你想用的时候，她自然会告诉你怎么用。八仙来我们学校了！我居然看到张国老倒骑毛驴了！沈一凡他妈到底是谁啊？九尾狐认识八仙有什么奇怪的？可他是让张国老送鸡汤啊，这什么牌面？一凡，你妈到底什么来头？一股浓郁的鸡汤香气扑鼻而来，汤里有一整只鸡，金黄色的，看起来平平无奇。这是9天玄鸡。什么？传说中的凤凰庞威，3000年只结一次卵。你妈是抓这种东西给你炖汤？她说是自己嘴刁的。你妈的实力可能比我以为的还要高。我把保温桶抱在怀里，热乎乎的，心里却有点空落落的。我妈说她要出远门，我妈从来没有出过远门，她这30年最远也就去过一次省会城市。她说紧急情况才能联系张爷爷。什么叫紧急情况？怎么了？没事，先回教室吧，汤要凉了。我点了点头，抱着保温桶往教室走。回到教室，我把汤分成了42份，不是我想分享。沈一凡，那可是9天玄鸡，就1口。我修炼了200年了，1口应该不算过分。你要是不给我们分，我们晚上睡不着。赵体禄最过分，端着一个大脸盘站在我面前，你这脸盆哪儿来的？我熊掌自制的。我头疼。最后每人分到了半勺，全班喝完那半勺之后，教室里的灵气浓度肉眼可见的上升了。柳如烟喝完之后没什么反应。你嘴角有汤。她的眼睛看着我，那种眼神我以前没见过，温柔的，但也带着一丝我说不清的东西，好像愧疚。柳如烟，你有事瞒着我，是不是关于我妈？沈一凡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整个人生都是被安排好的，你会怎么想？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当我没问。他抱着书包站起来，动作很快，几乎是逃走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第一次觉得这个笑呵呵的被我摸尾巴会脸红的300年白狐，他心里藏了很重的东西，而这东西可能跟我有关。沈一凡，想知道你母亲去哪儿了吗？明晚10点，学校后山第3棵松树下，一个人来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没事。你脸色很差。没睡好。沈一凡，如果有事你要告诉我。我说真的。我知道你母亲现在的处境，你毫不知情。9点半，我借口去便利店溜出了宿舍。沈一凡，你来了。你是谁？我叫什么不重要，你只需要知道我认识你母亲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母亲沈暮雪，9尾狐族最后一位纯血。30年前，她违背族规，嫁给一个人类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她犯的错不只是嫁给人类，她带走了族里一件东西。什么东西？她自己。什么意思？9尾狐是族群的图腾，她一走，狐族的灵脉断了30年。30年里，狐族的新生儿存活率不到10%。我妹妹就是那90%里的一个。她出生的时候只有巴掌大，灵力不足，连弧形都维持不了，活了7天。沈一凡，你知道你妈这30年过的什么日子吗？她过得很好，嫁给她爱的人类，生了她想生的孩子。你身上那股凡气灵气混合的味道，是族里几10个孩子的命换来的。
我不信。你信不信不重要。照片上是个小女孩，大概3、4岁，背面写着一行小字：雪儿，享年7岁。你妈现在出远门，是回族里领罚，30年的账一起算。什么罚？抽尾。什么？抽1条她伤元气，抽3条她修为尽毁，抽9条。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？因为我要你做一个选择。什么选择？跟我走。你身上的凡气是纯血狐族最需要的东西。你若愿意入我族修炼池，你母亲欠的账，我替她还。你替她还？我在族里说得上话。你母亲不用被抽尾，你也不用做什么，只需要在修炼池里做上10年。10年一过，你自由，你母亲自由。10年，我17岁，10年之后我27，大学、工作、朋友、青春，全都没了。但我妈的9条尾巴还在，我妈还是我妈。沈一凡，你跟着他走一步试试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一直跟着你。你闭嘴！你要是死了，我这300年白当。柳如烟，300年小狐狸，管这么大的事儿？这事就归我管。你知道他是谁的儿子吗？我当然知道。你知道他母亲欠了狐族什么吗？我知道。你都知道？比你多，我知道的比你多。顾长渊，我劝你收手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因为30年前抽你妹妹灵魂的那一刀，是我师父下的。饕餮，你这个叛徒！沈暮雪偷走族里的灵脉，你师父灭我家族，你现在还替他们的孩子挡刀。我师父30年前就死了，他临死前跟我说了实话，当年抽你妹妹的灵魂是被你们族里的长老逼的，他不下手，全族都得死。我没放屁，你自己看，这是我师父留下的记忆玉佩。师父，求你别下手。如烟，为师若不下手，狐族300口人都得陪葬。可他只是个孩子。我知道。哥哥，我先走了。雪儿，他笑着走的。他说他不想让你难过，你哥哥心软，他怕你恨那些真正逼死他的人，把自己搭进去。是我错了，我错怪了老先生，我错怪了。这个，你收好。雪儿，哥哥来晚了。他怎么会怪你？30年了，我一直没找到真凶，我恨错了人。他只是希望你好好活着。沈一凡，你母亲现在确实在狐族，但她不是去领罚的，她是去自首的。什么意思？30年前，她带走的不是她自己，是我妹妹留下的一缕灵魂。她想用9尾之力，把我妹妹的魂魄重新凝聚起来。我妈的，她一直在还债。30年，她用自己的灵力供养那缕灵魂。她这次去是想跟族里说明真相，真正欠债的人是30年前那批长老。那些长老呢？死了大半。当年逼死我妹妹的人，我这些年一个一个找过去了。最后剩下的3个还在族里，他们不会让你母亲活着走出族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母亲要是把真相说出来，他们就完了。沈一凡，你母亲现在很危险，我要去救她。你去了也是死，狐族禁闭，凡人闯入者死。那我怎么办？我带你去。你师父的事是我错了，这个人情我还。多谢顾兄，但我们要快，最多3天。3天后就是狐族大祭，大祭上会发生什么？大祭上，你母亲会被公开抽尾，9条一起。柳如烟，你师父的事？我师父叫柳三清，3岁那年，我娘把我留在他门口就走了，因为我是杂血，族里不收，是我师父把我捡回去养大的。30年前，30年前，我师父奉命对雪儿动手，回来那天晚上，他喝了很多酒，跟我说：“如烟，师父这辈子做过一件错事，你要替师父记着，人和妖不该有那么多规矩。”后来呢？ 3年后他就走了，
走的时候把这枚玉佩交给我，说以后如果遇到姓顾的饕餮彝族，让我把玉佩给他。所以你一直在等他？等了300年。你以为我为什么会答应做你的保护人？我以为是学校安排的。是学校安排的，但我也是主动申请的。我师父临终前跟我说过，他这辈子最对不起2个人，一个是雪儿，一个是沈暮雪。你妈当年是唯一一个愿意为雪儿求情的人。她说，如果沈暮雪有一天有了孩子，让我一定要护着这个孩子。所以这2年我一直在你旁边，不是学校，是我师父的遗愿。柳如烟，你上次说你有事瞒着我，就是这个。我怕你觉得我们之间的一切都是任务。不是任务。你摸尾巴那天不是任务，你冲出来挡顾长渊那一下不是任务，你现在告诉我这些也不是任务。沈一凡，我们先救你妈，救完你妈，我们再聊别的。你们俩磨蹭什么？没什么。年轻真好。狐族族印，你妈临走前留下的。周老师，您早就知道。我800岁了，没几件事是我不知道。那您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妈不让，她说她想让你在知道自己是谁之前，先过几年普通孩子的生活。这是你妈的，你带着她狐族禁地的护阵，伤不了你。周老师，我妈她会没事的，对吧？孩子，你妈是3000年的九尾狐，她这次去族里自首，是因为她心里有愧，不是因为她怕。你去了，才能让她放心走完这一趟。顾兄，狐族现在的族长是谁？沈暮云，你妈的哥哥，你舅舅。我还有个舅舅。你妈这一辈9个兄弟姐妹，她最小，其他8个30年前狐族灵脉断裂死了7个，只剩下老大沈暮云。所以我妈这次去自首，不只是为了雪儿，她觉得如果她当年没有带走雪儿的灵魂，她的兄弟姐妹不会死。沈一凡，我们一定把她带回来。到了，狐族圣山，大祭是明天，今天上去，你妈会拼死把我们赶下来。绕道后山有一条密道，我300年前摸出来的，雪儿的墓。这是墓，我把她葬在这里30年了。她生前最喜欢云梨花。顾兄，这个交给你，是我师父临终前从自己身上拔下来的。他说如果有一天见到雪儿的墓，让我把这个放进去。这是什么？是他的悔。我师父这30年一直在自己身上取灵毛供养雪儿，他说欠他一命，就用自己的命慢慢还。老先生，是我错怪了你。我师父说他不求原谅，他只求雪儿在下面能有个伴儿。雪儿，哥哥找到真相了，老先生也来陪你了，你在下面不孤单了。我们出去等他，让他跟妹妹说会儿话。柳如烟，你师父是个好人。是，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。他说，这世上最痛苦的事，不是死，是活着的时候。柳如烟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师父。沈一凡，你妈的事我们一定能解决。然后我请你吃糖葫芦。糖葫芦，我最喜欢吃的，300年了，人间就这个东西没变过味儿。好啊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走吧，沈暮雪应该在圣山主殿，我们从密道能直接过去。我妈她现在还没受罚，但明天一早大祭一开始，我们今晚就要见到她。对，走。别急，先看清楚里面有没有人。没人手。3长老还以为他被关得死死的。妈，小声点，外面有巡夜的。你怎么来了？妈，沈一凡，你回去，你现在马上给我回去。我不回。你听话。我不听话。妈，你什么都没告诉我，就一个人跑来这里，你凭什么让我听话？傻孩子，你才傻！雪儿的事不是你的错，灵脉断裂也不是你的错，你背了30年够了。是我的错。如果我当年不带走雪儿的灵魂，你7个舅舅姨妈不会死。妈，如果我不逃离族里，灵脉不会失衡。沈暮雪，藏起来。
大哥，你儿子来了。大哥，你……我一进店就闻到了。沈一凡，出来吧。他没杀气，出去吧。像你父亲。您认识我爸？出来吧，躲了17年，也够了。爸，沈烟，你怎么来了？暮雪，我该来的，17年前就该来的。你不是死了吗？我妈说你在我出生前就死了。你是这么跟她说的？我不能告诉她真相。什么真相？什么真相？沈一凡，你父亲不是死了，他是被封印了。封印？17年前，你父亲为了救你母亲，硬闯狐族禁地，触犯了族规。三长老要处死他，是我把他封印在圣山地脉里，用封印换他一命。所以你这17年，我在地脉里能听见，看不见。你妈每年清明来圣山外围哭一次，我都听见了。你为什么现在出来？因为大哥放我出来了。大哥说，是时候了。30年前雪儿的事，我一直觉得蹊跷。这些年我在暗中查，前几天我查清了。查清什么？饕餮遗族，你也来了？我来讨个公道。我妹妹30年前不是被沈暮雪害死的，是被谁害死的？是三长老。30年前，是三长老借灵脉动荡之名，逼柳三清对雪儿动手，供养他自己。目的是什么？三长老早年修炼出了岔子，需要用未成年灵体的凡气续命，30年一次。那30年后的今天，你母亲修炼1000年，凡气最为纯粹，她忍了30年，就是等她自己送上门。所以我这次自首，是你自己走进她不好的局。原来我以为的救母之行，是一个等了30年的陷阱。大哥，你既然查清了，为什么不阻止大计？因为我没有证据。三长老在族里根深叶广，我这个族长是他扶上来的。我如果没有铁证，动他，全族反噬。证据在哪里？在你师父那里。我师父30年前，柳三清对雪儿动手之前留了一手，他把三长老下令的原话用灵魂契约录了下来。这份契约只有柳氏血脉才能开启。我师父从来没跟我说过。他不会明说，他把线索藏在他给你的玉佩里。这个用你的血滴在玉佩背面的凹槽里。是柳三清。柳三清奉三长老命，于今夜子时对饕餮之女雪儿下手。三长老严明，知此为大错，然家族性命紧握其手，不得不从。30年后，若有柳氏血脉开启此契，望能替我柳三清还雪儿一个公道。师父，够了，这就是证据。明天大祭，我要三长老偿命。顾兄，三长老不是好对付的，他修炼1000年，又吞了雪儿的凡气，续了30年命。我等这一天等了30年，就算拼掉这条命，也要他偿。不用你拼命，大哥，我在地脉里憋了17年，地脉的力量我摸清了。你想，明天大祭，三长老一定会在祭坛动手，祭坛正好在地脉节点上，我借地脉之力反噬他。沈烟，你会反受重创。我在地脉里困了17年，我这条命本来就是欠他们母子的。沈烟，你不能。暮雪，17年了
让我为你做点事，好不好？沈一凡，我陪你，明天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陪你。柳如烟，明天以后，不管我变成什么样子，你会好好的。糖葫芦之约还没兑现。好。大祭开始了，沈暮雪，你按原计划走上祭台。沈燕，你从密道进地脉。知道。顾兄，柳氏后人沈一凡，你们3个躲在祭坛西侧的石柱后面，等我一声令下，柳氏后人立刻放出玉佩里的遗音。明白。记住，在3长老动手之前，我们绝不能暴露。他要是提前反应过来，会灭口在场所有的证人，包括你母亲。沈一凡，稳住。到了这一步了，这张脸我认了30年。顾兄，稳住。沈暮雪，你可知罪？我知罪。30年前，擅动族中禁忌，害雪儿灵灵魂离散，累灵脉断裂，累7位手足遇难。今日回族领罚，无怨无悔。好，既然你自愿伏法，那便按族规抽9尾之灵，还灵脉之衡。那不是普通的刀，那是吸魂刀。动手吧。慢着，族长，何事？抽尾之刑事关重大，我作为族长，需要复核一遍案情。案情早已明了，沈暮雪自认其罪，何须复核？30年前的案子，我近日查出了一些新证据。什么证据？关于雪儿之死。雪儿之死早有定论，是沈暮雪擅动禁术。是吗？那如果我说动手的另有其人呢？族长，此话何意？我意。传证人。饕餮之孽。3长老，30年不见，您老还是这副德行。你怎么会？我一直没死，我在等一个证据。今天等到了。柳姑娘，我柳三清弟子柳如烟，待师父传证。我柳三清奉3长老命，于今夜子时对饕餮之女雪儿下手。3长老言明，雪儿凡气纯，取之可续命30年。3长老，这声音是不是您的？这是伪造的。灵魂契约不可伪造。3长老，您还有什么话说？请族长明断，请族长明断。好一个沈暮云，好一个饕餮遗族，好一个柳三清的弟子。30年前我就该斩草除根，今天一起给我陪葬。禁忌之术，万魂师，他早就布好了阵。沈燕，动手！是地脉之力，谁在动地脉？是我。
三长老，17年前你封印我，17年后我用你封印我的地脉之力，送你上路。沈烟，你怎么可能掌控地脉？我在里面待了17年，每天都在感受它。他现在听我的。既然如此，鱼死网破。他吞了雪儿30年的凡气结晶，他要跟我们同归于尽。顾长渊，你妹妹的凡气，今天我用来杀你！雪儿，哥哥今天为你报仇！沈一凡，小心！柳如烟，柳如烟，没事，没事。沈烨，再来一次！地脉界灵，九转封魂。不可能！我修炼了1000年，我不能死！你早该死了。30年前雪儿死的那一刻，你就该死。沈暮雪的儿子陪葬。如烟，沈一凡，糖葫芦，记得。柳如烟，不要！柳如烟，你睁开眼，你睁开眼看我！沈一凡，我在这儿。我修为快没了。别说话！听我说，那道杀气我压不住多久，你快跑！我不跑！傻瓜，你不跑，我白当了。柳如烟，这是三长老的本命伤，能解吗？顾长渊，能解吗？能，但要一个九尾狐族的凡气结晶，纯度极高，才压得住。我来，用我的。暮雪，你的凡气已经被三长老抽走了大半，剩下的不够。那也够救他一次。够救他一次，你就死了。沈烟，你封在地脉17年，是为了这个家。今天让我为这个家做点事，好不好？妈，你不能！一凡，他替你挡了这一刀，妈替他挡下去。妈，儿子，妈这辈子欠了雪儿一条命，欠了你爸17年，欠了这个家太多东西。今天让妈还一点，好不好？妈，不要停，还差一点。沈暮雪，让我帮你。顾长渊，30年前你替雪儿背了30年黑锅，这30年够了，让我这个当哥的还你一次。他救回来了，妈！傻儿子，别哭，妈没死。你骗人！真的没死，只是修为散了，以后妈就是个普通狐狸了。没关系，妈，普通狐狸也没关系，我养你，我一辈子养你。好。暮雪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不晚，你回来了就不晚。沈一凡，
阿姨她没事，她救了你。阿姨救命之恩，柳如烟一辈子记着。傻孩子，你替我儿子挡了一刀，我该谢你。参见族长。三长老已伏住，请族长主持大局。三长老欺瞒族中30年，今日灵脉重开，血案昭显，沈暮雪30年冤屈，就此洗清。雪儿，你看到了吗？哥哥给你报仇了。哥哥，我可以走了。雪儿，哥再看你一眼。哥哥不哭，雪儿很开心。下辈子，雪儿还做哥哥的妹妹。沈一凡，我修为掉了，我知道，以后可能变不回人形了。没关系，变不回人形，我就养一只小狐狸。你养我一辈子？我养你一辈子。糖葫芦呢？每天1根。2根。好，2根。沈一凡，300年前我师父救我的时候，我以为我这辈子都还不完这份恩情。但今天，我觉得我不欠他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把我送到了你身边。柳如烟，等你伤好了，我们回家。回家。这就是我妈和柳如烟。回来啦。今天买了什么？排骨，如烟爱吃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糖葫芦在袋子里。这丫头就跟你亲。暮雪，累不累？不累，晒晒太阳，舒服。老夫老妻的，秀恩爱不带这样的。知道，糖糊不够，锅里炖着排骨呢，馋猫。柳如烟，顾长元说，你的修为再半年就能恢复到能变人形了。你以前是300年的九尾狐仙，现在变成小狐狸，天天蹲在灶台边等饭吃，委不委屈？不委屈是吧？那等你能变回人形了，嫁给我，好不好？我就当你答应了。一凡，你爸和我商量了。什么？我们打算去圣山住一段时间。你舅舅那边灵脉需要人照管，你爸的地脉之力对灵脉恢复有用。什么时候走？住多久？可能几年。你放心，每年过年我们都回来，这个家交给你和如烟了。如烟以后是这个家的女主人。一凡，这些年
是爸对不起你和你妈。爸，你已经回来了。我这条命是你舅舅救的，你妈这条命是你顾叔叔和你救的。我们一家能在这张桌子上吃饭，是无数人换来。爸，以后每年清明我陪你去顾家老寨祭拜雪儿姑姑。好。柳如烟，你看我妈现在笑得多好看，以前她从来不笑的。你说这算不算好结局？好，这就是好结局。回来啦！回来了。沈一凡，我今天数了，数什么？你欠我的糖葫芦。还欠多少？你答应我每天2根，3年了，那我岂不是……糖葫芦够你吃一辈子。